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成为专家。精神胜利大法还可以教我们成为专家吗？是的，就是这么神奇。但是成为专家不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吗？不需要，只需要掌握我们今天教你的技巧即可。今天我们来讲如何总结出事物的原因。只要我们把任何事情的原因总结得头头是道，那么在外行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专家了。首先，第一个技巧叫做后此谬误。虽然名字叫做谬误，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技巧。如果某两件事情是先后发生的，那么人们会自然地认为它们是因果关系。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错觉，让人们误以为我们发现了事物的关联性。举例，挖掘犯罪率下降的原因。自从新市长上任之后，犯罪率下降了，因此新市长的政策是降低犯罪的原因。举例，解释公司的股价上升。自从公司引入了新的管理团队，股价就上升了，这证明了管理团队对股价具有刺激作用。举例，解释就业率上升。自从实施了严格的移民政策之后，就业率就上升了，这证明了限制移民有助于提振经济。相似的道理，我们还可以发展出另一个技巧——关联及因果。与后此谬误类似，只要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关联，也可以误导人们认为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。举例，解释如何提高智商。研究显示，高智商的人经常喝咖啡，因此很显然喝咖啡可以提高智商。举例，解释肥胖率上升。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肥胖率在许多国家呈正相关，因此经济发展是肥胖的主要原因。举例，解释青少年睡眠问题。调查显示，使用智能手机的青少年睡眠质量较差，因此手机的使用是睡眠问题的主要原因。接下来的技巧是循环原因。循环原因就是把原因当成结果，把结果当成原因。这也太蠢了吧？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技巧？虽然看起来很愚蠢，但是只要我们隐藏的足够好，那就不是问题。举例，阐述环保措施的有效性。这个环保措施是成功的，因为它们切实有效地保护了环境。举例，说明教育系统是成功的。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成功的，因为它培养出了成功的学生。举例，证明理论的正确性。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毋庸置疑，因为这个理论就是绝对的真理。下一个技巧是因果倒置。这个技巧就是把原因说成结果，把结果说成原因。真的有人会把原因和结果说反吗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恰恰相反，这种技巧的隐蔽性很强，有很强的误导效果。举例，员工工作量大，所以经常加班。这个公司的员工总是很高效，因为他们经常加班。举例，城市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这个城市经济发展迅速，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。举例，名人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粉丝。他很有名，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很多。好了，充分利用这一讲的技巧，就可以解释很多你原本解释不了的事情。但是这些解释都不是真相呀。真相掌握在拥有话语权的人手中，我们的重点是要先抢到话语权。如果你在辩论中失败，那话语权就落入了别人的手中，别人解释的真相可能比你解释的真相更加离谱。感谢教主大人的精彩讲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